你有冇諗過，如果真係可以穿梭時空，你可以翻返去你女朋友未離開你之前，諗辦法補救？你咪黐線㗎！大家好，这里是左岸光影。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穿越剧。穿越剧已经是现代很流行的影剧元素了。不久前上映的电影《寻秦记》也是从25年前的经典同名穿越剧延伸而来，可见穿越剧的发展历史其实相当悠久。此外，穿越剧还依穿越到哪里与穿越后要面对什么问题等，会发展出各种不同的类型。所以我们就来聊聊穿越剧吧。在继续看下去之前，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有一种穿越剧，主角会穿越到父母或祖父母的年轻时代，然后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让主角发现自己仰望的长辈也曾经年轻过，从而让主角开始理解自己的父母。最后结局可能导向让主角在心理上与父母和解，甚至改变父母的命运。不过，穿越到父母或祖父母的年轻时代，很可能会碰到经典的祖父悖论。如果你回到过去，在自己父亲出生前杀死了祖父，那么你的父亲就不会出生，你也不会存在。但如果你不存在，就没有人能回到过去杀死祖父。这就是著名的祖父悖论，而这也是这类穿越剧的核心张力，也就是因果关系被打乱后，自我的存在危机。这种穿越到父母年轻时代的故事，最经典的就是1985年的美国电影《回到未来》。《回到未来》由罗伯·辛密克斯执导，史蒂芬·史皮伯担任制片之一。剧情叙述，一位美国少年马蒂无意间以疯狂科学家布朗博士发明的时光机穿越到30年前，还不小心让年轻时的母亲爱上了自己，导致他和他照片中的兄姐们陷入消失的危机。于是他努力重新撮合父母的爱情，并在年轻时的布朗博士协助下回到自己的年代。当马蒂回到他原本的家时，发现因为他穿越时空的介入，让父母的爱情从南丁格尔情节变成了英雄救美情节，所以他父亲不再软弱，因而改变了家庭的命运。正如前面提到的祖父悖论，在回到未来中，马蒂不小心让年轻时的母亲爱上自己，造成父母的爱情可能无法修成正果。这么一来，他还会存在吗？于是马蒂就此产生了存在危机。如果说回到未来用轻快的方式处理了祖父悖论，那么有些作品则选择直视祖父悖论的悲剧面。例如台湾电影《环南时候》利用祖父悖论形成了一个悲剧结构。主角陈耀华穿越到父亲的年轻时代，发现父亲年轻时有过一个刻骨铭心的同性爱人。这时耀华产生了两难的抉择，如果他让父亲顺利地和爱人在一起，那么他自己就不会出生。但是如果父亲失去爱人，耀华的确可以顺利出生，一切如常，但是父亲会一辈子遗憾抑郁。那么主角是否要用他的从未出生换取父亲的幸福人生呢？我在写这段的时候，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这个抉择真的好难啊。有一种穿越剧类型，是主角进入自己看了不满意的小说或剧本世界，试图改写原本的故事走向。这类作品的动力在于对既定叙事的不服从，其实很有几分论坛剧场的味道。论坛剧场的精神在于打破观看与行动的界限。作为观众的我们看戏时，不只是坐着看，如果我们认为剧情不正义、不合理，可以站起来进入戏中，取代主角，实际尝试不同的行动，让故事产生新的结局，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原本的命运安排。
永夜星河大概是穿越到不满意的故事里类型的穿越剧里玩得比较极端的例子。永夜星河的剧情叙述，一个现代社畜林妙妙在阅读他最喜欢的小说家新出版的小说后，觉得大失所望，于是在评论区留下负评后，他竟然穿越到小说的世界里，成为小说里的恶毒女配。于是他必须从这个角色出发，翻转整个故事其他角色们的命运。比较有趣的是，林妙妙在刚穿越到小说世界里的时候，只要一项行动失败，她就得重来一次，一直试到她成功为止。这其实就很像论坛剧场里必须拿出行动来和故事里的角色们互动，失败了就再尝试，努力让整个故事的走向发生变化。不过，这种穿越剧是把主角与小说、剧本的论坛过程全部演出来，但坐在荧幕前的我们又坐下来看戏，而没能调动起我们的能动性了。换句话说，这些穿越剧把论坛剧场的能动性建立在主角身上，而不是真的交还给观众。所以我们在观看这类穿越剧的时候，是否也应该保持觉醒，认知到这是主角和这个故事互动的过程，而不是我们自己和故事互动的过程。所以我们也不要太轻易接受眼前的新故事呢。最困难也最复杂的穿越剧，就是穿越到真实历史之中。这类作品不但牵涉到现代人与历史要如何交互作用，也考验创作者对历史背景、人物与制度的考据能力，否则就有可能失去说服力。而历史穿越剧有时可能也挑战我们对所读史料的可信度。历史穿越剧的鼻祖，大概就是由黄易的小说改编的港剧《寻秦记》了。《寻秦记》的剧情叙述，一位香港特警项少龙在女朋友因为他太过投入工作而选择另嫁他人后，选择参与科学家新发明的时空旅行实验，期待如果他能协助科学实验成功的话，他也许就可以穿梭时空，回到女朋友离开他之前，改变一切。原本的实验计划是要把他放到战国时代的秦国咸阳，见证秦始皇嬴政登基的时刻，但没想到机器出了差错，把他投放到嬴政登基前3年的赵国邯郸。更惨的是，他发现少年嬴政已经死于战乱，于是他赶紧找了一个赵国少年赵盘冒充嬴政，并努力扶持这个假嬴政登基，这样他才能顺利回到香港。寻秦记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利用了历史记录的空白，例如嬴政的身世一直都有很多传言，包括朱姬在被吕不韦献给异人前是否怀孕，嬴政是否是吕不韦的私生子等等。而寻秦记中，项少龙扶植假嬴政登基，似乎也解释了秦始皇的残暴，或许就和他本身的王位正当性不足有关。甚至连秦始皇焚书坑儒，都是为了想要把项少龙从历史上除名。到后来项羽的生父在史书中的记录也相当模糊，所以究竟是项少龙改变了历史，还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就是项少龙造成的呢？今天分享的是我目前想到的穿越类型，大家还想到什么形式的穿越剧，或看过什么精彩的作品呢？欢迎留言分享，我很想知道你们的看法。如果您喜欢今天讨论的主题，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哦。